30万大军就绪，乌军大反攻箭在弦上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？乌军内部有何隐患？俄乌双方又该如何出招？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随着气候由春转夏，东欧的翻江期即将过去，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乌克兰。而各大军事网站的头条都在预测这几件事，那就是乌克兰的大反攻将何时进行，会在哪里进行，又是否准备充分，俄罗斯又有何对策？而今天，我们也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。首先看一看当前的局势，随着巴赫穆特战役进入尾声，俄乌双方的主力部队都经过了一定时间的休整。外界猜测5月份将是乌军发动反攻的时间。另外，俄罗斯军方人士猜测，乌克兰将会在5月9号，也就是俄罗斯的反法西斯胜利日展开反攻行动。就目前形势来看呢，乌克兰的大反攻确实也不好再拖下去。况且乌克兰人也做好了准备。综合多方消息，目前乌军在东部前线集结20万大军作为反攻的主力部队，并且还有10万后备部队随时支援，30万大军就绪，大反攻箭在弦上。另外呢，北约秘书长声称，北约为乌克兰承诺的几乎所有战斗车辆几乎都已经交给了乌军，这其中包括1550辆以上的装甲车与230辆以上的坦克，而且不乏豹2坦克等先进装备。那么反攻的地点又会选择哪里呢？外界认为，包括乌东方向的克里米纳北部、阿特莫斯克、弗罗达尔以及南部的库班、胡里埃波勒、赫尔松核电站，都有可能成为乌军主攻的方向。就目前战场态势而言，乌军向东进发将会面临着俄军精锐的硬碰硬。乌军向南进发，就会面临着俄军用半年时间打造的坚固阵地，就看泽连斯基要怎么抉择。就乌军的兵力配置而言，对俄军还是有一战之力的。但是呢，乌军也并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尤其有4大暗雷，为接下来的反攻埋下隐患。哪4大暗雷呢？其一，乌军前线的主力部队大多为战后的动员兵，战斗经验成为问题。其二，北约虽然提供了大量的装备，但乌军士兵的训练量是否能使他们完全掌握这些装备，也要打个问号。其三，俄军在前线部署20万部队的情况下，又动员了30万大军部署在2、3线，并且俄军的炮火力量还是强于乌军。其四，乌军的行动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影响，包括在巴赫穆特战役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很多时候乌克兰军队在明知不讨好的情况下选择攻坚，就是因为外部舆论太大了。而乌克兰当局又希望尽快以战报换取西方援助，这样可能会导致乌军的决策更多采取一些冒险主义，而不是详细的计划，增加乌军战略溃败的风险。当然呢，对俄罗斯人来说，乌军的反攻依旧具有致命的威胁，尤其是俄军目前的状态成谜，又有那么多条战线需要顾及，因此俄军绝不能重蹈覆辙，再度掉以轻心。就目前的配置来看，乌军很可能在北约情报的支持下采取奇袭的战术，一举突破俄军某处防线，从而让整个俄军防线崩溃。而俄军需要尽可能了解乌军的动向，利用其防线兵力的机动性，将贸然出击的乌军来一个围歼战，同时防范其后备部队的支援，从而在短时间内迅速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。这么来看，未来乌军的大反攻可能会改变持久战的现状，在短时间内决出胜负。无论对泽连斯基还是对普京而言，必然是万分谨慎。好，今天的论评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